海岛上的妓馆长什么样。洛克的眼睛根本都不敢往小姐姐的身上看。大气个莱维将整整一船的纳粹余孽都虐杀干净后，黑胶小队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。大气个贝尼都有自己忙的事，于是将跑腿送货的任务交给了洛克和莱维。自从上次的事情后，两人的气氛就变得很怪。莱维不愿意和洛克待在一起，洛克也是小心翼翼的，怕惹他生气。第一站是给妓馆舞厅送酒，莱维对付岛上的老油条游刃有余。接下来是给俄罗斯大姐巴拉莱拉送口信，大姐正在当鉴黄师，勤勤恳恳的看片，一天看完15盘，人已经彻底看破红尘了，男男女女都是一坨肉。晚上还有关于有人擅自贩卖毒品的机会，巴拉莱卡让他们听到什么线索记得告诉他。接下来就剩最后一家了，去教堂找修女拿订购的枪支，枪火修女硬核基督。莱维上来哐哐一顿血衣敲门，正巧教堂在整理干洗过的床单，黄毛修女让人把东西搬仓库后，就带他们见了独眼老修女。枪支的货已经到齐了，只有一件回转式的掷弹筒还要等进货，但不是没有，而是有别的客人急需，意思就是想要可以，得加钱。莱维当然不同意，本来定好的事情突然变卦，换谁都不高兴，于是二话不说直接掏枪和黄毛修女对峙，气氛一下变得非常紧张。修女是见过大场面的，当然不怕莱维一个小孩，直接放出话去让打起来跟他谈。反倒是洛克不慌不忙放下茶杯，和修女谈起了红茶的品种。洛克本身就是业务员出身，他或许不擅长舞刀弄枪，但是交涉谈判这事儿可是专业对口，从红茶开始找到切入口，然后直奔主题。别人知道你们在干销售不同商品的生意吗？比如协定渠道以外的毒品。因为这件事，以莫斯科旅馆为首，岛上的各大黑帮都出动调查，找遍了该找的地方，至今没有线索。那是因为不必要搜寻的地方存在着盲点，比如通过宗教关系就能轻松跨越国境的人。那些慈善基金会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运毒，为什么要把床单放到仓库呢？干洗品不应该拿到宿舍才对吗？或者说里面装的是见不得人的东西？修女当然不会因为洛克毫无证据的猜测而承认贩毒，但洛克可不是仅凭猜测就敢说出这种话的。流入这里的武器数量和账目不符，只要稍微一查就会发现。爆出真相后，洛克又给出好处，黑胶和莫斯科旅馆虽然是友好关系，但这个秘密也不是不能保守。修女笑了，这原本就是他的一场试探。洛克算是勉强合格。黄毛修女收起枪，把掷弹筒加入清单。修女让莱维多学学洛克，只知道动枪是做不成生意的，当然没枪也是做不成。任务完成后，两人到路边摊吃面，莱维仍旧不给洛克好脸色，不仅不给洛克开车，要自己回去，甚至还劝他退出回日本，他不适合干这行。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的谈判让他有了底气，洛克平静地怼了回去，把他拽上这条贼船的不就是莱维吗？而且刚才是靠谁解决的？修女说的没错，也有用刀枪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洛克知道莱维还因为潜艇的事对自己不爽，但是他不会再道歉了。莱维也愣了，这话是在对他挑衅吗？洛克吃完最后一口面，把碗一摔，对着莱维嚷嚷起来，他没有做错什么，所以没什么可道歉的，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莱维的眼神一下就变了，掏枪对准了洛克的脑门。莱维是真想开枪杀了洛克，这一枪开得毫不犹豫，但是却打偏了，因为就在开枪的一瞬间，洛克一把握住枪管，将枪扔了出去，然后力量之暴毙的拽着莱维的领子放狠话，他已经受够了，好不容易不用看上司的脸色，结果当了海盗还要看女人的脸色，你不就是个无法无天、脾气暴躁的海盗吗？脑子里只有钱，连死人的东西都不放过，难道连一点自尊都没有吗？莱维脾气也是一点就爆，把筷子桶摔在地上，质问洛克懂什么？像他这种在温室里长大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活过来的？洛克是不懂莱维，但莱维同样也不懂他，不是吗？不管是怎样生活的人，只要活着就有苦处，他想不明白这个，就将自己当成悲剧的女主角。莱维快气疯了，这里也不是洛克憧憬的好莱坞犯罪片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罗宾汉，没有罗宾汉就自己成为罗宾汉，总比忍气吞声满口牢骚的活着要强得多。莱维再也忍不了了，抄起拳头对着洛克的脸就是一拳，那又怎样？他只知道这种解决方式啊！洛克硬气的用脸接了这一拳，难道莱维忘了他待在这里的原因是被老板为了钱而舍弃了生命？在被邀请加入黑胶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松了口气的，比起为业绩而拼命挣扎，现在只要能有喝酒的地方就天下太平。教会他这一点的正是莱维，他就是察觉到莱维做出了和那些背叛他的人一样的事，所以才会无法忍受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两人也没什么矛盾，莱维也不再闹别扭，傲娇的和洛克小孩的吵嘴。而就在这时，狱警警察将两人团团围住，他们接到报警说集市上有人闹事，好在怀特警长是黑胶的老熟人，在这里只要守规矩，不管干什么都和他们无关。两人坐上了去警局的车，走个形式，甚至还能在车上抽烟。莱维只想问洛克一句，他到底想待在哪边？洛克说自己就待在站着的位置。莱维和洛克借火点烟，像是交换了一个烟味的吻。曾经的东京小职员，现在成了南海上的一名搬运工，用法律的底线跳绳的那种。卖家验完货之后签字，收取返还的货物就算完成任务。但洛克怎么也想不到，返还货物的居然是个小孩子，他们居然还要干人口买卖的活吗？只不过他只负责转运，这孩子要交给哥伦比亚黑帮的负责人。莱维把男孩拽进客舱看守，鱼雷艇随后返航。洛克因为拐卖孩子罪恶感十足，但达奇告诉他，他们只是运货的，拿到货物运到指定的地方
方，接下来就没有责任了。这个男孩胆子太大，居然敢把汤泼在莱威的脸上。莱威那个暴脾气能忍这个，气得当场就要在男孩身上开动。洛克只好把莱威换上自己上，但还是遭到了披萨砸脸的抗议。不过他身上的普通人气质倒是让男孩放下了防备。虽然知道自己会被卖掉，但是男孩并没有不安，因为他坚信父亲会来救他。他的父亲是南美荣耀的13家族之一，拉布雷斯家族的第11代当家，他是独生子，也就是下一代当家加里西亚。洛克明显不信小孩子的鬼话，那拉布雷斯家族要是南美最落魄的贵族，要编点好的。加里西亚也很失落，家里的状况确实不景气，父亲固执的不肯开发新的产业，一直经营农庄为生活，直到他们的土壤中被勘测出了稀土的成分。卡尔特尔黑帮冲进来要强行购买土地，父亲不答应，他们就在农场里胡作非为，于是他就被绑架了。听到这里，洛克总算发现了不对了，尤其是家里准确的说出了他们农庄里稀土的品种，甚至是他们家狗的样子。洛克将家里是贵族的事告诉了达奇，莱维觉得洛克又在过度同情，虽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但交给他们的货物人在撒谎是事实，而说谎就意味着会有麻烦。他曾在公司的资料供应部待过，所以稀土和拉布雷斯的事知道得很清楚，家里没有说谎。达奇这一下也搞不懂了，如果威胁的话拐走孩子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把人偷偷卖掉呢？莱维认为是这件事坏掉了黑手党的面子，所以用来泄愤的。这件事涉及了太多势力，达奇也不好判断，于是打电话找巴卡莱卡帮忙，让他帮忙查一下哥伦比亚黑帮和拉布雷斯家的关系。巧的是，大姐这边也接到了哥伦比亚的委托，于是答应回航之后到酒吧商谈。达奇最后向洛克确定，那个拉布雷斯的家主是会为了夺回孩子而雇佣军队的人吗？这倒不至于，听说这个家族的经济状况已经穷到只雇得起一个女佣的地步了。与此同时，那位女佣也来到了这座岛上，到处找人询问南美同国人的聚集地，一路问询过来，最后到了恶棍酒吧鱼雷艇停港。达奇几人开车前往酒吧，洛克抱怨莱维对孩子太粗暴，被嘲讽他应该去当个小白脸管家，被10几个佣人围着转。家里反驳莱维，他都说了自己家里只有一个女佣叫罗贝尔特，虽然不会打扫家务，但是比莱维强多了。莱维听得哈哈大笑，一个女仆能有多厉害？倒是洛克认真的问家里有没有见过女仆的强悍。家里以前很喜欢和贝罗尔特玩扳手腕的游戏，每一次他都能获胜，但有一次陪他扳手腕的时候，黑帮又来威胁父亲。罗贝尔特很快察觉到这一点，并且僵住了，但使出浑身解数都没能撼动对方分毫。那一刻，家里就明白了，罗贝尔特一直在故意输给他，他一定有着不得不扮演女仆的理由。巴拉莱卡也收到了关于拉布雷斯家族的情报，看似是个平平无奇的落魄贵族，但细看那个女仆的眼神，就会发现这是士兵的眼神，而且还是一头出色的狂犬。与此同时，女仆罗贝尔特来到酒吧，向老板打听哥伦比亚人的聚集地，老板只甩给他一杯啤酒，就不耐烦地回绝了他。而就在女仆徒手捏碎啤酒瓶的同时，一群哥伦比亚黑帮冲了进来，他们听说有一个女仆在到处打听他们，明显是为了将他们引过来。他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既然人已经引出来了，罗贝尔特的目的也就达成了。他缓缓举起手里的雨伞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恐怖的火力朝着黑帮轰砸而去。